大家好，昨天呢做了一个视频啊，是讲这种奇奇怪怪的犯罪案例啊，不小心就会犯罪啊，那就被判刑了。那么我先说说啊其他的一些小故事吧啊，比较琐碎啊。首先先说我朋友啊，我朋友的话也很简单，就是借钱给别人啊，别人的话拿去这个钱可能赌博了或投资掉了，反正就钱没了，钱没了之后呢就一直不还啊，任何的不处理了，就摆烂了啊，摆烂之后呢，我朋友就是暴力催收嘛，就是这么简单故事。那最后的话，这种事情的话，人家报警啊，就是会上刑事啊。那所以说这种事情的话，大家要注意啊，暴力催收是不可以的。那第二点的话啊，就是里面有个大学生，好像大一新生吧，他在网上 QQ 里面卖一个游戏道具，别人给他钱之后呢，他立马把别人拉黑了，拉黑之后啊，对方报警了啊，报警结果刚好啊，这个时候呢，是这种诈骗严抓期间啊，所以说呢，把他给抓了啊，抓了之后啊，他辅导员啊、学校啊都知道了啊，虽然说学校还是给他保留了这个学籍啊，他还说他自己是一个不错的大学的大学生啊，而且大一新生，然后呢非常后悔啊，甚至都说了啊，如果说让我吃屎可以免于处罚的话，我都愿意吃下去啊，他就说到这个程度了啊。再说一个啊，还有一个女孩子啊是。一线城市的啊，一线城市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啊，那他自己说呢，他是介绍卖淫啊，介绍卖淫跟卖淫不一样啊，卖淫的话只是拘留，介绍卖淫的话这个上刑事的啊。他说啊，在群里面说自己就那么一次啊，就那么一次就被抓了啊，太晦气了。然后呢，群里面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啊，没有人相信他。好，再说一个啊，有一个男的啊，在朋友圈里面卖香烟啊，最后被定性为非法经营罪啊，这个罪名要比这种卖假货罪名要大啊，非法经营罪啊，最后呢，还好应该判缓刑吧。还有呢，就是里面跑分的人最多啊，跑分的话基本上都是帮性罪啊，就是帮助违法网络信息犯罪啊。那这种跑分的话，有一个人呢啊，他是一个月能赚很多钱的搞装修的人啊，他也就是在这种没有工作的期间啊，就活不多的时候呢，去搞的这种活啊，跑分了啊，最后呢也被抓了啊。他说最后这个事情闹的老婆都要离婚了，甚至呢，这个事情帮性罪的话还会金融惩戒，知道吧？就是呢，你的银行卡啊，很多时候都会被冻结啊，你银行卡都用不了啊。再说一个啊，还有一个人啊是某一个知名的二三线城市吧啊，他在厕所里面贴这种小广告啊，这种小广告呢是赌博广告啊，最后呢他被定性为开设赌场罪啊。不过呢他是赚的比较多的这种人啊，那最后呢肯定是被抓住了。还有一位是放贷款啊，放贷款最后变成了黑社会性质啊，那个被打黑打掉了，这个也很简单。但是他一直在说啊，他说他自己就是完全正规的贷款啊，不过呢最后被定性为这种类似于套路贷这种性质了。好，接下来再说一位啊，这一位的话是比较厉害的啊，这一位的话不知道犯什么罪，我忘掉了啊，但是他这个人的姓我还记得住啊，他姓支付宝那个支啊，所以说这个姓比较少见。他是宁夏那边种植中草药的大户啊，但是犯了什么罪我不知道，但是他有个故事非常有名啊，就是他是被跨省逮捕的啊，被某一个东南沿海省份吧啊逮捕之后呢，结果啊跟那些警察都很认识了，因为警察他们都知道啊，他是种这种枸杞啊，或者说这种反正就是这种中草药啊，所以说呢，到最后他跟那些警察啊关系混得很好啊，甚至他说他罚的那点钱早就通过卖这些枸杞啊赚回来了啊，甚至这些警察啊还帮他介绍客户啊，因为毕竟他是一手来源嘛啊，他种植大户嘛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上次有个笑话说啊，有个诈骗犯把死刑犯的钱给骗走了啊，所以说呢，看人吧啊，厉害的人做生意还是很厉害的。还有一位啊是借别人电脑啊，借电脑现在应该是比较容易借嘛啊，你借车的话还人家不愿意借你啊，结果借了很多人，借了20多台电脑，借电脑之后，然后把电脑去抵押做网贷，最后变成一个诈骗罪。还有啊，就是里面呢还曾经出现过女公务员吧，她其实呢还是干部啊，不是她犯罪啊，是她的男朋友去网赌啊，她甚至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一开始被瞒着的嘛，就是问她借钱，然后呢她借了很多钱啊给他，借了大概200万给他吧，一开始的话是有借有还的嘛啊，最后这个男的被抓了啊，这男的被抓之后定性为诈骗啊，所以说他呢就等于说是也是
被害者了啊，所以说在群里面也在问啊，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啊？还有一位是某个幼儿园的男教师啊，猥亵儿童啊，猥亵儿童的他进群之后，那很多人都会问嘛，你是什么事情啊？他就说了啊，说之后被整个群骂得半死啊，所以说后来被踢走了啊，这种事情真的也挺少见的啊。但是这种事情的话，你要说出去的话，真的是被所有人都唾弃。还有一个啊，是在搞婚庆司仪的啊，婚庆司仪的，或者说搞这种拍摄婚纱照啊之类的啊。所以说呢，他呢这个人比较喜欢玩游戏，玩游戏里面呢认识个小女孩，这小女孩呢是未成年，结果呢他骗小女孩裸照啊，最后呢他想表达那种意思啊，就是说你这裸照在我手上啊。你跟我玩玩啊，跟我玩玩，结果这个女孩子她的父亲或者他们家背景是挺强的，最后把她给抓了啊，就这种事情啊，这种事情也不能乱开玩笑啊。其实他这种话啊，陪我玩玩什么意思呢？大家都懂的。还有啊，从国外带行李里面啊，行李里面有水果，也被抓了啊，这种事情也是不能干的啊，因为这个有检验检疫的关口嘛，带水果不能乱带啊。再说一个事情啊，特别冤啊，这个人呢。比如说他要去贷款嘛，贷款的话，你去找贷款公司啊。有些贷款公司呢，它不是贷款公司，它是中介。他说，哎，你这个贷款资质你批不下来的，你要包装一下，我给你包装一下，那刷一下流水吧，啊，流水给你刷一下。结果刷的流水其实都是帮人家洗钱，知道吧？这钱进来出去，进来出去啊，其实是帮人家洗钱了。那最后呢，也是变成了帮性罪啊，他也是非常可怜吧？啊，怎么说呢？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些事情啊。那我也是比较琐碎的讲一讲啊，